今天我们要聊聊一场看似美意的购屋政策如何在短短1年内急转直下，让青年安心成家变成年轻人心惊惊的不安梦魇。2023年8月，一项号称能帮助首购族圆梦的政策——新青年安心成家优惠房贷方案横空出世。对多年来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世代而言，这仿佛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首购贷款80%，利率仅 1.775%， 贷款期长达40年，前5年还可只缴息不还本，条件前所未见的诱人。为了得到这张通往安居乐业的入场券，许多人不惜彻夜排队，银行门口和建案现场大排长龙，营造出一片前所未有的购屋狂热。那段时间，全台房市交易量飙升，一举创下11年来的新高纪录。原本以为在政府的美意关怀下，终于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屋檐，青年人可以安心成家了。然而世事难料，短短不到1年风云变色。2024年9月，中央银行忽然祭出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措施，也就是俗称的限贷令。这道命令像当头棒喝，瞬间为炙热沸腾的房市浇下一盆冰水。银行紧缩了房贷额度和条件，源源流入房市的资金活水被截断，曾经一屋难求的市场骤然急动。更惨的是，那些在政策利多诱惑下兴奋上车的首购族们，还来不及高兴太久，就发现自己仿佛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新青安成了新不安，美梦骤变噩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原本要让年轻人安心买房的政策，最后反而让他们陷入更深的不安？我们不妨从一个真实案例说起。37岁的小文是个育有5个孩子的妈妈，为了让家人有安稳的居所，她和先生存了好几年头期款。2024年2月，夫妻俩终于鼓起勇气，在桃园市芦竹区定下一间预售屋，总价新台币1188万元的30平新房。在当时，利多消息满天飞，代销业者拍胸保证，放心，大概可以贷到80%没问题。更何况，政府推出的新青安方案似乎就在向他们招手，只要符合资格，就能享受超低利率 1.775%、80%贷款成数、40年期、5年宽限期。试想，过去要背房贷，人们得缴至少 23% 的利息，而且贷款年限通常30年上下。如今有这么优惠的条件，不赶快把握，更待何时？小文盘算了一下，即使最后因为某些资格限制无法申请新青安优惠贷款，夫妻也能以一般首购贷款承做。按照当时市面利率约 2.5%， 贷80%、30年摊还来估计，每月本息还款将近4万元，以2人收入来分摊，也还勉强负担得起。更何况那阵子身边朋友几乎人手一户在看房下定，大家你追我赶，生怕错过这波上车良机。耳濡目染之下，小文心想，与其干等房价永远高不可攀，不如就趁现在给自己一个机会，豁出去买下去。就这样，他们签了约，付了定金，加上签约金，共凑出了约119万元的自备款，剩下的款项依约等到2025年7月交屋前再付清，反正贷款80%约莫950万，由银行来出，大不了未来几十年辛苦一点还款，这个家总是自己的了。岂料好景非常短暂，小文付定金没多久，市场上风向突变，陆续传出银行房贷额度紧缩的消息。2024年9月19日，央行正式对外宣布收紧房贷的第7波限贷政策。一声令下，曾经热到烫手的房市买气急转直下，许多银行因为放款额度触及上限，开始缩手不前，对房贷申请者百般卡关。建商为了保住买方的贷款，也为了保住自己的销售业绩，纷纷催促客户提早办理贷款手续，生怕夜长梦多。小文就在2024年12月接到建商通知，请他提前办理对保，签约后正式送件银行审核的一道手续，理由是要卡位银行明年年初的房贷额度。当时他还半信半疑，不是已经谈好贷80%吗？怎么突然那么紧张？但建商的态度很强硬，显然嗅到了不妙的气息。
小文配合建商指定的合作银行办理贷款申请，一起见就是整批预售案的买方名单。他满心以为这么大的国营银行应该不至于失信，谁知2个月后，银行的审核结果却令他大肠差点气到打结。贷款成数只能核发70%，利率调高至 2.7%， 宽限期只剩1年。原本说好的80%贷款950万，如今只准贷约832万，硬生生少了超过100万元的额度。而利率 2.7% 意味着未来每月要缴的本息也比预期多出不少。对小文一家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临交屋只剩几个月时间，100多万的缺口要上哪里临时变出来？他望着银行通知单，一时只觉天旋地转。存钱买房多年，好不容易以为熬到出头天，却在最后关头栽了大跟头。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小文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进退两难。他赶紧找到建商，希望对方通融，看看能否延后交屋期限，等他筹到钱，或者请建商帮忙介绍其他融资渠道。岂料建商冷冰冰的回答：我们借钱给你，不如直接把房子卖给下一个买家算了。一句话堵死了退路，建商宁可解约转售他人，也不愿多给时间或协助贷款。在对方眼里，他要么如期把余款交齐，要么就算违约。被逼急了的小文只好病急乱投医，到处询问其他银行或民间管道。然而此时的贷款环境之严苛超乎想象，不是额度不够，就是条件苛刻。一夜之间，平日求着客户来贷款的银行老爷们摆起谱来，各种抽银根、限额度的内规让人摸不着头绪。今天问和1个月后问，标准都可能不一样。为了抢到一丝丝贷款额度，首购族们仿佛任人宰割的鱼肉，只求能多贷1成半成，好凑齐交屋款而不致违约。伴随贷款收紧而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和恐慌。根据预售屋买卖的定型化契约，如果买方无法依约付款或办理交屋，卖方有权依契约约定处置，不是要求支付一笔高额违约金，就是直接解约把房子收回转卖，并没收买方先前缴交的款项。对小文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已经付出的119万元可能血本无归，房子没了，钱也拿不回来。想象一下，对一个辛苦攒钱的五宝妈来说，100多万几乎是全部积蓄。她原以为这是未来安身立命的根基，如今却面临灰飞烟灭的风险。那段日子，小文每天饱受煎熬，担心银行贷款谈不拢，担心新资金到不了位，担心接到建商无情的解约通知。一个原本带着幸福憧憬的成家计划，竟变成了折磨人的噩梦。小文心中充满委屈与愤怒，他忍不住质问：我们这些人到底做错了什么？只是相信政府的好意，努力存头期款，上车买房而已。结果银行和建商联手加杀，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如果我有随时掏出几百万的本事，我当初还需要咬牙买预售屋吗？房价这么高，好不容易才上车，哪里生出额外的钱补这黑洞？现在银行说贷不出来造成的烂摊子，凭什么要我们买单？此时此刻，多少首购族和他有同样的无奈。有人苦笑着总结现在预售买家的处境：接到银行电话就是出事了，因为通常代表你的房贷申请没过，原本该是满心期待的交屋日，变成一道道近乎残酷的生死判决。贷得到款的才能继续幸福成家，贷不到款的不仅梦碎，还赔上一大笔违约金。更让人心惊的是，这股风暴并非只吹向小文一人，而是正席卷全台预售市场。在许多预售屋买方的社群群组里，每天上演的都是类似的煎熬故事。有年轻夫妻刚结婚，想买个新房，几经波折好不容易抽中了热门建案的资格，结果临门一脚，银行只肯贷5成，眼睁睁看着几年积蓄付诸流水。也有换屋族本来有一间旧屋作为部分资金来源，以为新房贷款成数少一点没关系，没想到银行严格到只给3成，他们最后只得含泪放弃新房，把已缴的几百万定金违约金拱手让人，等于财务上断头了一回。所谓断头，原是股市融资爆仓时的俗语，形容投资人被追缴保证金而被迫卖出持股，损失惨重。如今用在房市也毫不夸张，预售屋买方签了约，
如果后续资金断裂，只能任由开发商把头期款砍掉，前功尽弃，人财两失。这种状况何异于被断头？有人可能会问，银行为何如此无情？不是政府早就宣示自住、首购贷款要予以优先吗？事实上，限贷令一下达，银行自身也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受到政策约束，必须控制整体房贷占比，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手上优质利润来源。于是现实中出现了银行大小眼的乱象。对于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财力强的个人，或是可以接受较高利率条件的客户，银行更乐意把紧缩下来仅存的贷款额度优先给他们。反之，像小建商、一般上班族、首购族这样的弱势买方，反倒被晾在一旁，苦苦排队却贷不到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银行选择肥水不落外人田，自顾收益最大化，完全违背了政策原先照顾弱势、自住购屋的本意。政策美意在执行层面惨遭扭曲，使得真正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反而望屋兴叹。同时，由于银行紧缩银根，一些心急的购屋者被迫转向其他管道筹钱，坊间开始出现资金乱象。有人跑去农会、渔会或信用合作社借钱，但这些地方利率通常更高，风险更大。更有甚者，个别急需周转的人可能铤而走险，寻求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这种资金脱序流动让专家忧心忡忡，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末台湾金融风暴的前夜。试想，一旦越来越多人因买房周转不灵而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银行体系将面临坏账上升的压力，小型金融机构首当其冲陷入危机。历史上1995年至2001年间，台湾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因不良放款激增，接连倒闭重整，就是前车之鉴。如今房贷乱象频生，难保不会引发新一波金融动荡。除了金融乱象，政策急转弯还直接改变了游戏规则，让许多按部就班等待交屋的买家措手不及。我们前面提到央行重新定义高价房的门槛，这可害惨了一批原本以为跟自己无关的购屋族。事情是这样的，央行为了防范炒房，对价格高于一定金额的住宅寄出更严格的贷款成数限制，通常最高只能贷50%甚至更低。本来这项规定影响的多是豪宅买家，然而由于近年房价节节高升，央行几度下调高价房门槛，结果有些人在预售阶段签约时，房价还低于门槛，属于一般住宅可以贷80%，等到房子快交屋时，市场行情上涨或者门槛降低，突然被归类成了高价住宅，银行趁机缩减贷款成数，原本预期80%贷款的，最后只批了30%。试想，一开始以为1000万的房子可以贷800万，自己准备了200万头期款就够，结果交屋时被告知银行只贷300万，买方瞬间变成要自备700万，自备款硬是多出500万的巨额缺口。对多数工薪家庭而言，这无疑晴天霹雳，让人哪里去变出这么多钱？许多原本买得起的房子因此交不了屋，只能无奈认赔解约。更残酷的是，当初买预售屋时签的合约不会因为你贷不到款就自动取消，买方仍被认定违约，需要赔付高额违约金。于是这些家庭陷入两难，硬着头皮贷高利率的信用贷款来筹钱交屋，往后10几年背负沉重债务，还是干脆违约，把几百万元定金违约金打了水漂。无论哪种，下半辈子的经济都元气大伤。难怪有民间消费者团体感叹，多数家庭形同断头。这绝非夸饰，因为一笔违约损失往往就是一个家庭多年积蓄的蒸发，让人一夜回到解放前。当成千上万的购屋者被逼上绝路，他们的退场并不代表问题结束，反而只是危机蔓延的开始。现在全台各地正吹起一股预售屋解约潮，那些无力交屋的买家只得选择认赔出场，一张张签约合约被撕毁，换来的是建商账册上一个个退款与违约金的登录。然而对建商来说，收了违约金并不意味赚到什么便宜，大量退户造成的空缺单元要重新出售，但此时房市景气早已不复当年，高点接盘的买家纷纷却步，让房子回到市场也未必卖得掉。而更糟的是，建商的资金链因此面临严峻考验。过去几年房地产热络时，
许多建案采预售制，以较低门槛吸引买家先下定，收取头期款后再开工动工，并依工程进度分阶段收款。建商依赖这种预售款作为兴建资金的血液，一旦中途大量买方退场不付款，相当于血液突然凝固，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对某些资本结构不够稳健的小型建商而言，这简直是致命打击。如今，我们已隐隐约约看到开工也死，不开工也死的两难局面。有的建案原本计划开工，却因为退户潮导致销售率不达门槛，资金不到位，硬开工恐怕盖到一半就没钱，最后烂尾收场。可是如果不开工，已签约的少数买家又要求交屋，建商等于违约，同样要付出巨额赔偿，甚至可能破产倒闭。不盖不行，盖下去也可能完蛋。这种进退失据的处境可谓前所未见。结果是，有些建商硬着头皮边盖边卖，祈求之后能陆续补售出剩余房源；也有些撑不下去的干脆宣告财务危机，工程进度直接停摆。近期就传出零星烂尾楼的消息，南部某具有40年历史的老牌营造公司因周转不灵陷入财务危机，旗下10多处工地被迫全面停工，引发数百名购屋户恐慌。他们的房子突然停在半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工交屋。另外在花莲，一个命名失意的预售案绿野仙踪，其建商竟在交屋前夕不见踪影，传出卷款跑路的惊人事件。买家傻眼地发现，原本应该领钥匙的房子还有许多收尾工程没完成，如今没了开发商，连后续是谁来接手，找谁理赔都成了问题。据了解，这家建商其实早在2年前资金就吃紧，苦苦支撑到今年碰上限贷令，终于断了最后一口气，留下满地烂摊子。这些看似孤立的个案让专家们忧心，这可能只是骨牌效应的开端。房市分析师形容现在的情况像一场金融海啸，在房地产领域掀起的巨浪，从嘉义、花莲等2线城市开始出现烂尾灾情。如果信贷紧缩的状况不缓解，骨牌终将倒向台北、台中、高雄等主要都会区。毕竟一旦购屋信心瓦解，房子卖不出去，现金流枯竭，就算是过去财大气粗的一线建商也撑不住长期没有销售收入。有人形容，房地产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只要出现第一根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后面将连锁跟进。而在这波潜在的骨牌倒下过程中，受害最深的仍是购屋民众。不管是工程烂尾导致无屋可住、血本无归，还是房价暴跌导致资产重挫、贷款高于屋值，最终买单的都是一个个具体家庭的悲欢离合。或许有人会想，政府出手干预房市，不就是为了避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悲剧发生吗？限贷令的初衷是希望给过热的房市踩刹车，防止金融体系累积过多风险，这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踩刹车之前，政府却猛踩了一脚油门。新青安政策的推出时机正好选在房价高档盘旋之际，等于火上浇油的刺激本就炙热的市场，在错误的时间推行了原本良善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房价因为这波首购潮进一步被推高，许多人是在接近高点时入场，随后限贷令急转直下来个急刹，让高点买房的人瞬间遭受重击，市场交易量骤降，价格开始松动，他们手中的房子转眼可能变成价值下跌的资产。如果说新青安将一批年轻人诱入房市战场，限贷令则像是一声号令，让银行一起调转枪口，对准这些战场上的新兵一阵扫射。最讽刺的是，这2项政策的出发点原本都是宣称为了居住正义，前者要帮助年轻人买得起房，后者要打击炒房，维护市场健全。没想到在执行结果上，两者却联手把真正需要保护的自住购屋者推入困境。这不禁让人怀疑，所谓的居住正义，难道真的实现了吗？亦或只是场金钱游戏，让资本玩家有机可乘，而老实人却成了棋盘上任人摆布的棋子。回顾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美国政府长期放任宽松贷款给买不起房的人，泡沫破裂后，无数人房子被法拍，无家可归。台湾眼下的情况虽不尽相同，但某些迹象却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
宽松贷款政策又使大批民众投入房市，随后政策急转，导致资金断裂，交屋困难，最终受伤的还是那些原本辛苦存钱，想要安身立命的小老百姓。一部根据次贷危机受害者故事改编的电影《99个家》，描述的正是平民百姓如何在房市狂潮中被无情卷走家园的故事。看着如今台湾许多首购族焦头烂额，快要撑不下去的模样，实在让人担心类似的悲剧是否会在此上演。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全面崩盘、家破人亡的极端局面，但如果政策运作不当、调整不及时，那些最无辜的购屋者仍可能沦为代价沉重的牺牲品。那么现在该怎么办？难道就任凭这股断头潮、烂尾潮继续蔓延下去吗？所幸许多专家学者已纷纷建言对策，希望政府和金融主管机关迅速因应，亡羊补牢。首先，呼吁中央银行和金管会应该更有弹性地调整限贷政策。当前房市出现非正常冻结，如果仍僵化的每季开会慢慢观察，可能错失黄金救援时机。不少意见主张，央行可以考虑适度放松对银行房贷占比的限制。例如前面提到的银行法第72到2条，规定银行住宅放款不得超过总存款的 30%， 其实附有一个例外条款，经核准办理之自用住宅放款不在此限。过去1年多来，新青安专案所发放的数千亿房贷，完全是响应政府政策的特殊产物，是否可以运用法规的弹性，将这部分贷款从银行贷款总额占比的计算中扣除？这样一来，银行账面上的房贷比重马上下降，腾出空间可以重新释放贷款，不至于因技术性出现而被迫全面紧缩。同时，央行也可配合调整货币政策，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稍微放宽市场资金，例如减少发行定存单，让市场上的钱留在银行体系内，以疏解资金紧张，甚至考虑在下一次理事会上降息或降低存款准备率，为金融市场适度降温舒压，让企业和买房族都有喘息空间。当然，这些措施需要审慎拿捏，以免又过头演变成另一波炒作。但在非常时期，政策就该灵活机动，该松就松，该紧就紧，而不是死板板的定于一尊。其次，监管单位必须真正落实对银行放贷顺序的稽核。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首购族贷款权益，可是一线行员的体会却大不相同。如果没有严格监督，商业银行很容易为了利益把政策当耳边风。因此金管会应进行专项稽查，确保各银行对首购自住者已有承诺在先的贷款申请给予应有的优先顺位，而不是阳奉阴违，帝厚此薄彼。同时也该严查是否有不肖建商利用人头或内部作假等方式冒用青年安心贷款额度。如果发现有人为牟利侵占年轻人额度，必须从严惩处，才能拨乱反正，避免政策美意再次被扭曲利用。再者，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过渡性的纾困措施给已经受影响的自住买方，例如协调银行针对今年因限贷令导致贷款不足的首购族推出临时性补偿贷款或保证机制。换言之，对那些信用良好、原本有能力负担80%贷款的年轻家庭，因政策改变临时多出1成自备款，可以由国家担保或基金垫付，让他们顺利交屋渡过难关，日后再分期偿还这部分贷款。这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对防止解约潮持续恶化或许能有帮助，毕竟让一户户家庭破产流泪，社会成本更高。此外，面对已经发生的烂尾楼个案，政府应迅速成立专案小组介入协调，例如撮合其他健全建商接手烂尾工程，保障受害买家的权益，启动必要的救济基金等等。早年曾有预售屋履约保证制度的讨论，就是为了防止建商出问题坑及购屋人。如今看来，这类保障机制更有实践的必要。最终，我们回到初心来看，年轻世代追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家，有错吗？政府想实现居住正义，替弱势提供购屋协助，有错吗？都没有错。但施政的艺术就在于拿捏时机和配套。当高房价、低薪资这些结构问题尚未解决时，贸然以信贷资金刺激买气，无异饮鸩止渴，
而在刺激之后又突然猛然紧缩，则更像亲手引爆一枚在房市埋藏的未爆弹，让最无辜的一群人成了爆炸中的伤患。这幕荒诞剧带给我们深刻教训：政策若脱离现实，缺乏通盘考量，美意也可能酿成恶果。如今首购族们的处境令人心疼，他们本只求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园，如今却被迫体验资本市场的残酷洗礼。一位评论者苦涩地说：别傻傻听信甜蜜的政策承诺，量力而为才是上策，否则最后可能沦为冤大头。话虽刺耳，却也不无道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政府相关单位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行政院对现代争议表示关注，强调金融稳定与民众权益都要兼顾。或许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些调整措施出台，让僵局逐步化解。我们希望那些面临交屋难题的家庭最终都能有惊无险地入住新居，那些诚实经营却受波及的建商也能挺过难关，继续履行承诺。毕竟房地产不是纯粹的投资游戏，它关乎千家万户最基本的生活安定。如果说青年安心成家的愿景是让年轻人安居乐业，那就绝不能容许这份安心沦为空头支票。总而言之，这场由新青安启动，由限贷令引爆的房市风暴，正是台湾房地产生态失衡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高房价的沉疴、政策衔接的不周，以及金融市场脆弱的神经。风暴终会过去，但我们能否从中汲取教训，修正路径，才是更重要的课题。如果能适时调整政策，强化配套机制，也许年轻人的购屋梦还不至于完全幻灭。反之，若置若罔闻，让断头潮继续扩大，未来几年恐怕房市进入长期冻结甚至崩跌，最终伤害的将是整体经济与所有家庭的幸福。我们期待政府和各方能同心协力，让安心成家不再只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一个切实可及的未来。让每一个努力工作的年轻人都不必在买房这条路上心惊胆战、遍体鳞伤，而是真正有机会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成家